家好，欢迎来到刷脑老师的正奇小教室，欢迎来到山林老师的战棋小教室。有人最近很嚣张哦，哼，难怪你1600，这就是1600跟1700的差距啊！这么嚣张的人不知道跑去哪里了，可能是去日本吧。很开心今天为大家带来这场 RP。那我们的西军呢是耍脑老苏，那我们东军呢是 Small Two。那开局的时候呢，西军抢到了后手，那东军走了这个前田师向前哦。那假如说东军的意图是想要守 K，那西军掂掂自己斤两哦，就是手上的牌加上这边的木块，如果打不出14点的话，那应该要怎样呢？那应该要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就4只 EA 的时候就四个木块过来打7点哦，赶快把 K 城打下来，不然会有城少这个问题。好，那这一场在一个疏忽之下，我忘记走了，所以就是出现一个非常大劣势哦，就是打不下5座城。好，那没有关系，那上山出动了，那主边走一走，反正劣势吧，劣势也总得打这样子。好，第2回合东军抢到了后手，那西军做了2个 minimum，把 K 城打下来之后呢，那个虽然说一回合手牌稍微少一点，但是至少这个情况下还是有5座城，那看东军要如何去做一个反击。那东军走了一个后接先后，囤了非常非常多的一打，先顺带一提，在前面这个时间点哦，东军单针一打就代表说，要么就是放弃了西边 C 附近，要么就是在一打这边要做一个很大的对上山做一个很大攻击。那我当然是闻到这个攻击的味道这么重，我就赶快跑了吼，就上山赶快跑回家，然后手上赶快留这个上山牌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没有抽到上山牌。那东军连走2洞之后呢，在西边这边成功的集结了8个木块哦，几乎都是德川木块，然后一打到上山，那我上山就只有一张手牌就被打假了就被打假了。打完之后呢？西军手牌很多嘛，而且手牌还不错。那我算了一下，我的手牌这边去4个，这边去4个，刚好可以打出36点。而这36点几乎还是防招降，预期说不会有事，这个毛利稍微有点危险，还带着一张招降的36点。那假如说我成功打出36点之后呢？德川只会带着另外一个木块哦，总共是2个木块逃亡。那2个木块逃亡，我如果要去这个解堵它哦，顺带一提，我是从这2个方向去打的，所以它就只能够往 C2 这边撤退，它附近也没有人可以救它。那刚好刚好他没有打低，所以我低的木块其实是可以出来防堵住他的，但我低的木块不够。就是强行军走到 C2， 如果打输就亏大了，所以这个绝对不能做强行军。那这个情况下赌他就可以，用7点打死他不行，因为他下面有这个木块可以强行军过来，哦，所以下面来一个木块，上面走2个木块。其实我在 C3 的这个地方呢，我要打出14点，我要打出14点，我才可以杀他3个木块。好，那分析完毕之后呢，我这边决定，我把一个小岛川派到这个 I3 的这个位置，他到 C3 去做一个集结的时候，我小岛川如果左边不幸没有打出14点被招降，然后小岛川可以补到，啪，刚好14点。那这一场也没有到这件事情发生啊，前面德川出来就已经战死了，不过后面已经埋下刀斧手了，就是他怎么推都推不掉了。好，那这一场很快的在这个3A 嘛，3A 的地方就结束了哈。那我是山老师，很开心跟大家分享今天的 RP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